家人们，新年好呀！欢迎来到充满惊喜的技巧小世界，我是小蔬果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些超有趣又超实用的生活小妙招，主角就是咱们平时可能不太起眼的扎带。别小瞧这细细长长的塑料条，它虽然看着普通，却凭借独特的设计，在各个领域里大显身手。从规整杂乱的电线，到稳固货物的运输，再到创意手工的奇妙搭建，它都能完美胜任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扎带那些不为人知却超级实用的用法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，重新认识这个生活小帮手。接下来，就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揭开扎带的神秘面纱，看看它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用途吧。1. 透明胶带的完美搭档。在日常生活里，透明胶带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东西，但大家肯定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时刻，想用胶带的时候，身边却没有剪刀，而胶带又粘得特别牢固，费了半天劲，扯得手都疼了，也很难把它扯断。这时候，扎带就闪亮登场，成为我们的救星了。我们只需把扎带轻轻系到透明胶带上，注意不要系得太紧，要留出一定的活动空间。然后拿起剪刀，把扎带的尖端剪出一个尖尖的角，这里要特别留意，尖角的方向一定要对准胶带活动的那一侧。完成这些步骤后，一个简易又实用的胶带切断器就诞生了。以后每次想用胶带的时候，直接把扎带头按住，然后将胶带向后轻轻一带，胶带就能轻松断开，是不是超级方便？不用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把扎带的尖角巧妙地藏到胶带卷里面，这样就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不小心扎到手。而且如果是在家里使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带有扎带的胶带随意悬挂在显眼的地方，既方便拿取，又能节省空间，真的是一举多得，太实用了。2. 玩偶枕头晾晒的好帮手。平时我们晾晒衣服、床单、被套的时候，直接用衣架挂在晾衣杆上就可以了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玩偶、枕头其实也是需要经常晾晒的呢？因为长时间使用的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，经常晾晒可以除菌除螨，让我们睡得更加安心舒服。可是该怎么晾晒玩偶、枕头呢？别着急，扎带又来帮忙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2个大小相同的衣架，然后用扎带把它们紧紧地绑在中间。绑好之后，把多余的扎带剪掉，接着用手把2个衣架稍微掰扯一下，左右拉扯调整一下形状。经过这样的改造，衣架就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晾晒玩偶、枕头的神器啦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把玩偶轻松地夹在改造好的衣架中间，完全不用担心没有合适的东西晾晒枕头了。而且通过太阳的暴晒，玩偶里的细菌和螨虫都能被有效去除，让我们的睡眠环境更加健康舒适。3. 袜子晾晒新方式。用衣架晾晒袜子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困扰？袜子总是需要用夹子固定住，不然风一吹就会掉，特别不方便。现在扎带又能为我们解决这个烦恼了。我们先准备一些扎带，把它们固定到衣架上，可以在衣架上面多绑几个扎带，这样就能晾晒更多的袜子了。绑好之后，把长出来的部分修剪掉，让扎带看起来整齐又美观。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改造后的衣架来晒袜子了。这种晾晒方式不仅可以增加晾晒袜子的数量，而且无论风有多大，怎么摇晃衣架，袜子都不会轻易掉落。放在阳台上，既实用又方便，一次能晒好多双袜子，真的是太赞了。4. 节省面霜的小妙招。现在我们家里用的面霜、身体乳等，一般都是那种按压式的包装。这种包装的好处是单手就可以操作，轻松挤出面霜，非常方便。但是它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有时候轻轻一压，就会挤出很多出来，像脸蛋比较小，根本用不了这么多，最后就造成了浪费。其实这个问题用扎带就能轻松解决哦。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条扎带，把它绑在按压口下面的位置，这样当我们按压的时候，
压下去的幅度就会被扎带挡住，只能稍微压下去一点点，不会一下子挤出过多。长期使用下来，真的能节省不少面霜呢。大家不妨也试试这个小妙招，既环保又省钱。5. 文件和作业的守护者。家里经常会有一些文件文本，或者孩子的作业画本之类的东西，有时候它们的装订处容易脱落，这样在翻阅的时候就会很不方便。这时候扎带又能派上用场了。我们把扎带固定在文件或者作业的装订处，然后把扎带扎紧，不过不要扎得太紧哦，要稍微留下一点点的活动空间，这样在翻阅的时候才不会受到阻碍。经过这样的处理，文件和作业就又能像刚买回来时一样，方便我们随意翻篇了。虽然不是原来的包装方式，但使用起来的方便程度可是一点都不差呢。6. 万能捆绑小能手与重复利用技巧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扎带最基本的用途就是捆绑东西，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，打开之后如果不封口，很容易回潮腐坏，这时候用扎带把它们扎起来，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扎带的牢固性非常好，不管我们怎么折腾它，它都不会轻易松开。很多人在解开扎带的时候，会选择特别简单粗暴的方式，比如用剪刀或者刀子直接把它弄开，这样虽然很方便，但每次都是一次性的，非常浪费。其实扎带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只要我们注意观察，就会发现扎带的一端有一个小机关，像个小石头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小东西卡在了卡槽上面，才让扎带能够紧紧的固定住。如果您的指甲比较长，可以直接用指甲扣住这个小机关，然后把扎带往外面抽开，就能轻松解开扎带，而且整个扎带还是完好无损的，可以进行下一次的利用。如果没有指甲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拿出一根牙签，把牙签放在小机关和扎带的中间，放进去之后，小机关就不会再跟卡槽卡在一起了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扎带抽出来，成功解开扎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次使用扎带，充分发挥它的价值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所以家里还有剩下来的扎带，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哦。家人们，这些扎带的神奇用途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些实用的小妙招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您也可以关注我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内容了。我是小蔬果，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次再见啦。